谁能想到，早已名震考古界的殷墟又挖出了大瓜。作为中国考古界的顶流发源地，谁都以为这儿的商代故事早就被扒透了，结果一座神秘大墓横空出世，直接刷新所有人的认知。这次的墓主人是一位商代大将军，他的身上掩埋着诸多谜团。首先，这位大将军被泥土埋了3000多年，尸骨居然完好无损，身上还沾着不知名的绿色颗粒。其次，作为堂堂高阶武将，下葬时却是脸朝下的俯身葬，这可是商代低贱者才有的葬式。最后也是最离奇的一点，他的右手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从未见过的外星器物，让现场的考古人员一度摸不着头脑。此外，他的墓里竟挖出7件青铜钺，直接碾压商王王后妇好墓的4件。要知道，青铜钺可是军权象征，妇好作为战功赫赫的女将，规格已是商代顶配。这位无名大将军凭啥享有超越王后的礼遇？他到底是谁？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今天咱们就跟着考古队的脚步，一步步扒开这座商代大墓的惊天秘密。时间拉回2000年隆冬，河南安阳的风跟刀子似的，土地冻得比石头还硬。考古队本来都准备猫冬搞室内整理了，结果在殷墟宫殿区南500米处意外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。可还没等队员们筹备妥当，噩耗就来了。一位村民火急火燎跑来报信，说有人在古墓附近鬼鬼祟祟，形迹可疑。考古队火速赶到现场，当场就吓出一身冷汗。地面上杵着个直径10厘米的盗洞，压根不是考古用的洛阳铲痕迹，盗洞深处居然还塞了炸药引信。盗墓贼竟想直接爆破炸墓，疯狂掠夺文物。情况危急到极点，考古队长徐广德当场拍板，立刻启动抢救性发掘。一群考古队员顶着刺骨寒风，在冻土里跟盗墓贼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文物保卫战。抢救发掘刚开工，队员们的心情就跌到了谷底。墓地上横七竖八扎着10来个盗洞，圆的、长条的，样样都有，明摆着这座古墓早已被盗墓贼盯上，看着密集程度，大概率已经被洗劫一空，沦为空墓。开工没有回头箭，队员们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挖。可挖着挖着，怪事发生了，那些密密麻麻的盗洞居然一个个消失了。难不成墓底下有什么神秘机关，把盗墓贼直接劝退了？带着一肚子问号，挖了整整1周，队员们终于抵达墓口。盗墓贼半途放弃的真相也随之揭晓。原来这座大墓上方建有一座商代极为罕见的享堂，也就是墓口之上的祭祀建筑。盗墓贼挖到深层夯土层时，误把它当成普通古代房屋遗迹，觉得没有值钱宝贝，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了。谁能想到，这座不起眼的享堂竟成了古墓的保命符，让他在地下安然沉睡3000年，躲过了一轮又一轮盗墓黑手。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打开墓口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。墓室里青铜器、玉器堆积如山，密密麻麻，几乎没有下脚之地。3000年的珍宝在灯光下泛着幽光，无疑不再昭示这座大墓的主人绝非普通贵族。考古队决定先从兵器区开始清理，这一挖直接引爆全场，上百件青铜戈、青铜矛整齐排列，而最夺目的是7件青铜钺。懂商代考古的朋友们都知道，青铜钺根本不是普通作战兵器，而是军权与地位的顶级象征。甲骨文里的王字原型就是斧钺的形状，所以它的含金量拉满。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，妇好是商王武丁王后，横扫四方的女战神，位居商代金字塔顶端。墓中也仅出土4件青铜钺。这位无名墓主的青铜钺数量直接近乎翻倍，规格离谱到让专家啧舌。还没从青铜钺的震撼中缓过神，一件国宝级文物横空出世，它就是亚长牛尊，殷墟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容器，堪称商代青铜艺术巅峰。这尊牛尊造型逼真传神，公牛昂首挺立，四肢健硕，背部带盖，腹部中空可盛酒，最绝的是能实现牛鼻喷酒，设计巧夺天工。器身以云雷纹为底，叠加龙、鸟、虎等多层纹饰，
工艺精细到令人叹服。整座大墓共出土577件随葬品。世纪富豪墓后殷墟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，商代历来都是礼器定等级，如此配置足以说明墓主身份极为尊贵。除了这件惊艳世人的亚长牛尊，墓中还出土了另一尊足以撑起商代礼器牌面的重器——亚长铜方架。它通高66.6厘米，重达22.15千克，是商代晚期不折不扣的大型青铜重礼器。方口直腹，4棱尖锥足，器身通体是有饕餮纹、夔龙纹与三角蕉叶纹，威严庄重，气场拉满。口沿内侧赫然铸有亚长2字铭文。与此同时，墓中出土的高规格玉器组合同样不容小觑，象征军威与仪仗的玉漆，造型灵动的爵形与环形玉龙，雕刻精美的玉兽面，纹饰华丽的凤纹玉刀，以及代表等级与信仰的秃灵玉璧，件件都是商代贵族身份的硬核证明，既彰显了墓主的军事与宗教权力，也直观呈现出商代成熟的用玉制度与精神信仰。而破解身份的关键线索很快出现，几乎所有青铜器、玉器上都刻有亚长2字铭文。专家查阅大量甲骨文与文献后确认，亚是商代武官统称，而长氏族姓，说明墓主人是来自长族的核心武将。长族是商王的铁杆心腹，常年进贡占卜用的龟甲，这可是商代顶级战略物资，足以证明长族与商王室关系铁到极致。可更大的疑问接踵而至，专家经过丝铜位素检测，只检测古代人骨的出生地，结果显示亚长出生于河南东南部淮河流域，是地地道道的外乡人。但是商代有严格的巨族而葬传统，更有非王室不葬宫殿区的铁律，他一个外乡武将，既非王室也非殷墟贵族，凭什么破例葬在殷墟核心区，与富豪比邻而居呢？所有答案都藏在尚未开启的内棺之中。内棺的清理堪称考古绣花活，木棺早已腐朽散架，与陪葬品紧紧粘连，稍不留神就会损坏文物，队员们只能用细工具一点点剥离清理。可这一清理再次刷新认知，这具木棺是商代顶级配置，棺身绣黑漆，会有30多厘米长的夔龙纹，在古代通常是皇权神权的象征，外侧还镶嵌着125片金箔。商代原本黄金产量极低，冶炼落后，这125片金箔堪称是王室顶奢了，甚至连部分王室墓葬都难以企及。同时，墓室中还发现了9条驯狗，一颗驯人头颅，腰坑内还有一条反向驯狗，就是说驯葬狗的头像与墓主人头像相反的一种特殊葬俗。这种做法并非随意，而是具有明确含义。狗子在商代被视为具有驱邪能力的阳畜，它们的灵性可抵御鬼神，而反向驯狗就是说让狗子把守皇权路口，防止邪祟侵扰的意思。商代殉葬制度森严，驯狗守墓，驯人侍奉，可一个邦国武将能有这待遇，专家们脑袋上全是问号。就在众人疑惑时，一个天大的惊喜砸了下来。清理后的内棺里居然躺着一具完整的尸骸，3000多年了，骨骼清晰的能看清纹路，这在商代大墓里就是逆天奇迹。检测显示，亚长是一位35岁左右的男性，身高 1.7 米，脚骨因长期跪坐而变形，完全符合商代贵族特征。可商代墓葬氧气足，青铜器氧化还会酸化土壤，之前的大墓连骨头渣都剩不下，亚长的尸骨咋就能完好保存呢？惊喜刚过，第一个谜团就来了，亚长竟然是俯身葬，脸朝下，身体趴着，这在商代通常来说是地位低贱或非正常死亡者的葬式，他一个高阶大将军怎么就落得这待遇呢？还没等想明白，第二个谜团又接踵而至。专家检测尸骨时，发现他的骨骼周身都沾着密密麻麻的绿色颗粒物，大小不一，摸起来硬邦邦的，这玩意儿到底是啥？跟他的死因有关吗？紧接着第三个谜团直接让现场炸锅，队员们在亚长右侧小腿处挖出了一件前所未见的诡异器物，它通常仅13厘米左右，宽度跟4、5岁孩童手掌差不多，
比成年男性手掌小一大截，整体呈半卧姿态，五指轮廓、关节、指甲都刻画得栩栩如生，手背上还雕着饕餮纹与卷云纹，工艺精湛。这东西既不像礼器，也不像兵器，更不像日常用具，尺寸怪异，造型神秘。刚出土时，现场所有人都看懵了，这到底是个啥？有人甚至开玩笑说，这莫不是从外星来的器物？专家们翻遍考古资料，愣是找不到同款，一时之间各种猜测满天飞，谁也说不准它的真实用途。俯身葬、神秘颗粒、怪异器物，三大谜团层层叠加，很难想象这位商代将军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。要解开所有谜团，那件外星器物就是关键突破口。起初专家推测，它可能是捞取肉食的笔，类似勺子，因为墓中出土大型铜鼎，确实需要取食工具，且器物腕部有碳化木柄痕迹，这个推理看起来也看合理。但这个推测很快被一个惊人发现彻底推翻。亚长右侧手臂从肱骨处完全缺失，断口整齐，也没有自然腐烂的痕迹，明显是生前被暴力砍断。专家再次对怪异器物精细比对时发现，它是右手造型，大小与亚长断臂高度适配。此时结合亚长断掉的右手，真相瞬间击穿所有人。这件看似天外来物的青铜器根本不是取食器，而是为亚长量身定做的青铜假肢。这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而且是唯一的商代青铜假肢，堪称3000年前的生命一只。可为啥假肢尺寸会偏小？专家决定对亚长的尸骨做一次全面检测，这一检测直接还原了他战死的惨烈场景，答案也跟着水落石出。亚长全身共7处明显创伤，6处集中在左侧身体，手臂、大腿、盆骨均有钝器砸击伤与锐器砍刺伤，其中4处已愈合形成骨痂，是常年征战留下的旧伤，不难想象，这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。而唯一致命伤在右侧腰间，一道贯穿至左侧大腿的穿透伤，伤口边缘整齐，专家推测这是青铜矛猛烈戳刺所致，直接刺穿内脏，一击致命。结合伤痕位置与形态，专家还原了亚长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在一场为商王朝征战的关键战役中，亚长身先士卒统帅军队，不幸陷入敌军埋伏，腹背受敌。一名敌军从背后突袭，用青铜矛狠狠刺穿他的腰腹，亚长瞬间倒地失去战力。其余敌人一拥而上，疯狂砍击他左侧身体，他的右手也在这场惨烈混战中被砍断，永远留在了战场上。亚长为国征战，战死沙场，用生命践行忠诚。商王为表彰其赫赫战功，破例打破邦国贵族不葬宫殿区的千年惯例，将他葬于殷墟核心地带，更是给予了超越王后的丧葬规格，视他为守护商王朝的战神。随着亚长战死的真相浮出水面，之前的3大谜团也终于有了答案，每一个答案都出乎意料地藏着3000年前的温情与敬意。那只偏小的青铜假肢，答案很简单，亚长战死后，战友们悲痛欲绝，不忍让他死无全尸，在战场上紧急赶制了这只青铜手。也许当时战况紧急，材料有限，工匠们只能匆匆打造，尺寸难免偏小，可这只小小的青铜手装的是战友们满满的敬意，跨越3000年，依旧让人动容。那些神秘的绿色颗粒物，经检测后发现居然是花椒，是不是万万没想到？在商代，花椒可不是普通调味品，能芳香、防虫，还能止血防腐，妥妥的多功能神器。专家推测，亚长战死后遗体浑身是血，当时天气炎热，援兵为了防止遗体腐烂，就往他身上撒了大量花椒。谁能想到这个应急操作，再加上墓葬密封好，内部干燥，居然让他的尸骨完好保存了3000年，成了一个考古界的奇迹。最后就是俯身葬的谜团，其实商代的俯身葬不是只给低贱者的，更多是给凶死者，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人，尤其是战死沙场的将士。亚长是为国战死，
属于典型的凶死，用俯身葬入葬，完全符合当时的丧葬习俗，跟他的身份一点不冲突。这下所有疑问全都解开了。拨开所有考古谜团，我们终于看清这位3000年前将军的真实人生。亚长并非殷墟土著，他出生于淮河流域的长族邦国，这里是商王朝东南门户，战略位置关键。少年时他便习武练战，弓马娴熟，勇猛过人。因长族与商王室关系密切，亚长作为族长核心子弟，被商王选中调入王畿，成为直接听命于商王的禁军级将领，相当于王室亲兵统帅，手握重兵，深得信任。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商代征战史，常年镇守东南，平定淮夷叛乱，守护商王朝铜矿、龟甲、海盐生命线，随军北伐，与北方部族血战，墓中草原风格兽首刀便是他战场缴获的战利品。身经数十战，冲锋在前，悍不畏死，被商王赐予7件青铜钺，拥有节制一方军队的大权。他并非只懂厮杀的武夫，同时精通礼制，品味高雅，目中牛尊，精美玉器，成套礼器，都印证他是文武双全的高阶贵族。这位从淮夷少年一路拼杀成商王心腹、战功彪炳的大将军，35岁壮年战死，以英雄之礼葬于殷墟核心，用短短一生书写了忠诚与勇猛。7件青铜钺是他至高的军权，精美的亚长牛尊是他尊贵的身份，镶金箔的夔龙木冠是商王对他的极致认可，而那只青铜甲胄是战友之间最真挚的情谊。如今亚长墓的文物被妥善收藏在博物馆，静静诉说着这位商代大将军的悲壮人生。这座大墓也成了殷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继续揭开商周文明的神秘面纱。当我们凝视着这些历经沧桑的文物，仿佛还能看到3000年前亚长在战场上策马扬鞭，奋勇杀敌的身影，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热血与豪情。那些藏在文物里的故事，那些跨越千年的精神，终将永远流传。